欢迎回来各位小伙伴，我是 Mike。那么今天又回到了国际服，我们带来一个最新版的冰剑 COC。其实冰剑这个体系已经很成熟了，一般都是会用寒冰弹和冰霜星星，因为冰霜星星会在寒冰弹上3倍的爆开。操作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按着鼠标一直到底就可以了。我以前也做过很多相同题材的影片，那这一次为什么要重新再发一个冰剑呢？可能细心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我这个冰剑是完全转火的。我的冰霜星星完全是火焰伤害，换做以前就会很难理解，因为火焰并不比冰霜强。那这次 3.12 版本加入2个新的装备，让这个 BD 有了更有意思的玩法。那开始我们再提一下这把冰剑，可能很多新手不了解，那它是在暴击时会触发插槽内的冰霜技能，一般里面会放寒冰弹，那么只要暴击就会释放寒冰弹，然后在其他地方暴击释放冰霜星星，这样冰霜星星就会在寒冰弹上3倍的爆开。那这次的不同点在于，我们穿了一件海军上将 The Admiral。那这件衣服的特点是元素伤害会打击怪物的最低元素抗性。除了这个特性之外，这件衣服的属性很一般，它的能量护盾也只有不到200点。那么作为一件衣服，如果要走能量护盾流派，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就会推荐走血量。那么它加的元素抗性倒是还不错。那它的这个特性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呢？就是天赋里面只要点出这个元素之象就可以了。通常的元素之象是你的元素伤害击中怪物的时候，怪物会增加该元素的抗性，然后减少另外2种元素抗性。所以一般的元素 BD 都不会点这个，它会给你一个副作用。但是穿了海军上将之后就不同了。以火焰伤害为例，击中的时候怪物会增加火焰抗性，但是减少冰霜和闪电抗性。那这个时候怪物承受的你的伤害是以闪电抗性或者冰霜抗性来承受的，所以穿上这件衣服就相当于 50% 的穿抗。那另外一个好处是，你就不需要考虑造成的元素伤害种类，我们什么元素都可以穿透，那么就可以配合这把武器。这是一把防平的寒铁刃，它加了3级的全局冰霜技能等级，那么穿了它之后就不能造成冰霜伤害了，但是我们已经转成火焰伤害了。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带一颗辅助宝石冰霜转火焰，然后在天赋上点出火之化身，这样就可以把 100% 的冰霜伤害全部转化为火焰伤害。包括武器上的也会转化，那么我们现在旋风斩包括冰霜星星击中伤害全部是火焰。通过元素之象和海军上将这2个结合，我们打击的是怪物的冰霜抗性，那么怪物的冰霜抗性就减了50点。好，接下去我们说一下其他装备的部分。那这一套装备其实整体造价还是中等偏上的，尤其是在暗影基础爆率削弱之后，那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爆率来补足伤害，补足爆率。头盔可以选择督军底子，可以洗出暴击伤害加成以及暴击球上限。那我这里只有1条暴击伤害加成，如果有暴击球上限就更好了。然后要补一下生命和抗性。那么这个项链是加了2个等级技能，加了冰霜技能和加了智力技能，然后再能有生命值和暴击伤害加成就更好了，但这个非常难做。那么现在我们冰霜星星的技能等级已经达到26级了，21加了5级。然后你的其中一个戒指最好能带上冻伤诅咒，可以减少怪物的冰霜抗性。然后我们在冰剑上再放上一个寒霜爆技能，那这个寒霜爆是可以减少怪物25点的冰霜抗性，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怪物的冰霜抗性拉得非常的低，一般的怪物可以减少将近120点左右的冰抗。然后再配合海军上将，那么怪物必定会用它的冰霜抗性来抵挡你的火焰伤害。然后其他部分在腰带上可以增加 20% 的冷却恢复，那么这个是速戒底子的腰带可以洗出来，因为暴击释放的默认触发频率是 0.15， 那么有了它之后差不多会是 0.13 左右，然后再配合暴击时释放本身技能的一个强辅，会有减少冷却时间，还有鞋子上还有 15% 的冷却时间减少，最高可以降到 0.9 的一个触发频率。那我这个鞋子加的更多的是生存属性，因为我现在的攻速完全达不到 0.09， 差不多是 0.1716 的样子，在灵巧状态下也只不过达到 0.13 左右，所以攻速完全是不够的，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在鞋子上再减 15%， 可能后期会加强嘛。那么手套上最好能有加命中，因为这个 BD 也非常的缺命中， T1 的命中会最高增加600点，就非常厉害了。
那么最好还能有生命和敏捷，敏捷也非常需要，因为兵剑有212点的敏捷需求。然后药剂的部分可以带一瓶生命药剂，然后再带一瓶迷踪药剂。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带一瓶这个宝钻药剂，它可以让你的暴击几率变得非常幸运。最后再带一瓶魔力药剂，只要写出回满时不取消就可以了。然后是技能串接部分，主技能旋风斩连暴击时释放，这个是强辅。然后是冰霜星星，最好能21级。然后连寒冰转烈焰，然后是一个启迪，这个启迪还是一个分裂版本，它的品质可以增加爆率。最后是元素集中，这个也有强辅版。这里我们是没有用到集中效应的，所以就不会影响技能的范围。那么在兵剑上一般可以放上寒霜爆，这个是为了降冰抗的，可以带一个品质增加范围的。然后再带一个寒冰弹，那这个寒冰弹也是品质异化的，它的品质是可以让投射物有20%几率可以返回到你，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它可以让寒冰弹2次利用，飞出去的寒冰弹在打到怪物或者是碰到墙壁之后，它还会返回来。看到没有？现在好几个寒冰弹都返回来了。然后再带一个高头来增加寒冰弹的数量。然后副手武器我带了光环技能憎恨加一个灰烬之结，那这也是用火焰的好处，灰烬之结可以增加很多伤害。再带一个启蒙。然后手套上带了位移技能烈焰冲刺加助力之风，然后寒冰魔像，再来一个秘术增强。鞋子上放了持续时间延长加一个瓦尔优雅，然后是瓦尔正义之火，再是一个时空之门。在国际服时空之门就非常的有用了。然后刺客升华的部分优先可以点出迷雾行者，这个让你移动速度增加，然后不会受到暴击伤害，在前期你练级的时候非常有用，增加很多机动性和生存能力。接下去走下面分支暴击球上限和几率获得暴击球。然后过来是满暴击球的时候的基础爆率增加，那这个是削弱，原来是2点，暴击伤害也砍了一部分。那这个影响对于兵剑 COC 来讲还是有的，因为这 0.5 的爆率其实也是蛮多的。那最后再走到这一点，这个是打王的时候非常好用，伤害会提高。具体走法，出门可以走元素伤害这一条，然后生命值2点，过来是暴击率，再过来这里一圈生命值往上，这里是法术的爆伤。那么在前期你天赋点不够的情况下，可以不点这些，直接往左边走。如果前期要拿兵剑肯定会缺敏捷，所以这里点一个敏捷非常有必要。接下去走右侧点出暴击球，过来这里3点生命值加的很多，还有攻击伤害的生命偷取。那么再下来主要是一个双躲，会增加很多生存能力。往下就放一个超自然本能。接着往左这里点出暴击伤害，这里有一个火焰和冰霜伤害2个一起加的，还有抗性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点其实加的非常多，因为我们是冰霜转成了火焰，冰霜伤害和火焰伤害吃到2次。经过点要走下面这个，因为我们是冰霜技能不是火焰技能。然后走到中间往下，这里一定要点出这个范围效果，如果你没有在其他地方增加范围，那这里是非常必要的，你的旋风斩会变得很小，点了它之后就还可以接受这个范围。然后再过来这里点出一个暴击球上限，这里生命值，然后是暴击球的加成。然后再过来这里放了一颗星团珠宝，然后这里往下就要点出元素之象了，因为你穿上海军上将之后就要马上点出元素之象，直接解决了穿抗的问题。再过来点出火之化身，让伤害变得纯粹，然后往下就是法术暴击伤害，然后这里是生命值，再过来一颗暴击球上限，这里一个珠宝孔，然后这里是3点生命值加的很多。这颗星团珠宝大型可以选择火焰伤害，那么过来是5个点，2个珠宝孔，这里有一个可以让周围敌人致盲，这个点非常好，可以用起来。这个点是增加火焰伤害，被点燃的敌人会被消灭，但是我们串了元素集中，所以就没办法。那么最好是这个，击杀时有10%几率创造一团烟雾，那么这2个换一下就好了。然后再带一个增加诅咒效果的中型珠宝，因为它有一个点就非常厉害，可以让被诅咒的敌人终结。那这个我以前也讲过，非常的好用，最好再配合一个 Master of Fear 恐惧之主，还可以让被诅咒的敌人恐惧状态，但这个珠宝就非常贵。然后这里还可以放一颗带暴击的中型星团，那我这里天赋点还不够一点。然后小型珠宝可以选择增加冰霜技能的暴击伤害加成，然后最大生命和抗性都非常好。那么现在这颗3项珠宝也变得非常必要了，它是受憎恨影响，是增加最高 1.8 的基础爆率，因为我们知道兵剑的基础爆率只有 5.5， 非常的低，再加上刺客印记改版之后是不能对普通怪物施加诅咒的，那么平时刷图的时候总会觉得暴击率不够一点，所以这颗憎恨3项就非常必要了，或者你带一瓶瓶中信仰也是可以，但是如果2者加起来爆率会更稳定。那么副手武器的基础爆率是 6.3， 其实跟兵剑比也高不到哪里去，但是2者最好差不多，因为加的会溢出。那最后在这个位置放一颗绿色的永恒珠宝，它可以把暴击球每一颗增加 3% 的总伤加成。那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其他位置都不能放，像左边是有元素之象会被去掉，所以就只能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项链上涂油，前期建议选这个真实之基，因为它比较便宜，增加了爆率和爆伤，爆率比较高，因为前期就比较缺爆率。那后期如果你的爆率够了，你可以在这里点出这个加 30% 的爆伤，就更高一些。或者你的命中不太够，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点，它增加了命中、爆率，还有20点敏捷，也相当不错。那最后万神殿可以选择中间这个，避免投射物，躲避一些投射物的伤害。然后下面这个增加药水的充能恢复以及药水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吧，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点关注，我是 Mike， 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